今年春节，你打算怎么过？打算给自己做碗面。西北挂面，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那一种。是。好熟悉的味道呀，我也想吃。我做的面不好吃。行了。都对也都错，都已是最好的。笑和泪都值得，不管苦与乐都是我要的。比如爱过你，对梦高高的抛弃。现实甩我一身泥，可这依然是我如此无悔选择的人生，让我尽情的和滚烫的归去。人生不遥远，唯步履无心。我喜欢你以前给我拍的照片。以前的技术不好，技术不好，那也没关系，重要的是感觉。是吗？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张照片吗？哪一张？就这张。来。爸，我回来了。你这么晚干嘛去了？哦，我最近学校忙着毕业汇演，老排练。来，你过来。你先坐一坐。爸，什么事儿啊？亚萍啊，是这样的啊，
我看呢，你也不小了，考虑过个人的问题没有？爸，这事儿你就甭为我操心了。等，你坐。是这样的啊，你刘伯伯和洪阿姨呀，打算给你介绍个对象。啊？是，对方呢也是咱部队大院的孩子，父亲是离休干部，母亲呢也是在部队的宣传部门工作，他是家里的独子，叫刘知宇，很厚道的，今年就要从部队复员了，啊，你刘伯伯和洪阿姨的意思呢是找个时间你们互相见一见面，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。不见。为什么？我现在有一个正在交往的人。哦，是谁？他是干什么的？一个我真正喜欢的人。嗨，这喜欢有什么用啊？要现实。你之前不是也喜欢那个什么高加玲吗？那现实还不是在现实面前分手了？现实也会改变的。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您别着急，等我确定了，我再告诉你。那好今天大家的选题都已经报完了啊，现在请林总编讲评一下。好啊，今天大家报的选题啊都相当好，我看除了股市的2个选题啊暂时放一下，下次再做些调查，等下次开会我们再讨论。其他选题呢都可以先做起来，啊，那好吧，那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了啊，散会。等，白嘉林，你参加了多次的选题会了啊，你有没有些什么想法，或者有什么好的选题，说出来给大家听听？哎，高嘉玲，林总编问你话呢。我有一个选题，好，说说看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很多外商来我们中国投资建厂办企业，这都不叫什么新鲜事儿了。但是我想，如果有一个外国人他来我们上海做菜农，这还挺新鲜的。我也是最近在菜市场听大爷大妈他们说的，说有一个外国人现在在我们上海的郊区种植大棚菜，种的还都是稀有品种，销售还挺好的。据说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，甚至还会一点点上海方言。我不知道这样的选题适不适合做。好，高嘉林，这个选题就交给你去做，啊，你尽快去做调查，尽快的完成选题报告，让我看。散会。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我想找你聊聊天。怎么了？有什么好事儿？我的一个选题被报社采用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是一个记者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我请你喝咖啡。好，你请我喝咖啡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跟我走就好了，走。这里的景色真美。这里的爱情更美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吗？记得。那天我失约了，你很生气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真的挺怀念那里的。县城外的高岩，还有那些街道，还有那一片一片的黄土地。那你还愿意回去吗？当然不愿意，人是无法走回头路的，走过来就无法回身。再说，
我的家在这里，我的爸爸在这里，我的事业也在这里。我更喜欢上海，这里属于我。人总是无法割舍自己的家乡。以前我一直想闯出去，但出来了，家乡倒显得格外亲切。最近我做梦，总是会梦见高家村，还有大马河，那座高岩，那座桥。那你现在想回去吗？就像你说的，既然走过来了，就无法回头了。我以前一直觉得理想是一个名词，但是我慢慢发现，它其实是一个动词。怎么说？理想就是不断地走出去，一次一次地走远，走到再也无法回头亲近过往，走到心灵无法幻想。你好像有一些感伤。是感悟，感伤的感悟。高嘉林，我以前喜欢你聪明，现在喜欢你的思想。别让我再一次爱上你。小高啊，你的那篇杨菜农的报道，反响很强烈啊！啊，好啊，嘉玲啊，你很年轻啊。我今天找你来谈呢，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是精力旺盛啊，年富力强，可以去考成人大学。一呢是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，二呢，将来要成为报社的正式的记者啊，需要这个文凭。我了解过，但是大部分的学校都是白天上课，我白天要上班，可能没有合适我的学校。哦，浦江学院的张院长今天到报社来了，他们要开办个夜校班，要准备在我们报社打广告，你可以去报名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明天就去报名。好。起立。老师好。坐下吧。大家好，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，我叫高双星，是我们夜大班的班主任，也是文学课的主讲老师。以后我们就要一块儿学习了，希望呢可以相处融洽，也祝大家学业有成。我现在开始点名。方云到，李牧到，
马良辰到，许锡林到，高加林到，高加林。嘉林，这个高老师讲课怎么那么紧张，说话还结结巴巴的？我看呐，他那个写黑板手都在抖。听说是刚留校的老师，可能没经验吧，但他讲的内容倒挺新鲜有趣的，课件也做得好，容易做笔记。不敢相信，真的是你！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啊，我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。是不是很惊讶？没想到我在上海吧？是，你来多久了？我来了有一段时间了，啊，本来就是来参加个活动，想着参加完活动就回去的，正好赶上《大众晚报》在招聘，我就决定试一试，没想到他们真的录取我了。哦，《大众晚报》是一个很著名的报社，能在里面工作，很好，很厉害。是啊，但是我自己吧，基础太差了，好多东西跟不上，所以呢，我们领导就建议我来读个夜大，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了。是，哎呀，咱们真的是好几年都没见了，你都瘦了。我没有，我觉得你瘦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一进来的时候啊，我的脑子一下我都懵了。就之前咱们俩每天一起上学，一起骑车，一起看榜，一起复习功课，就跟过电影一样，出现在脑海里边，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那天你要走了，我去送你，我还送了你一支钢笔。这支钢笔我一直用得很爱惜，挺好用的，我想送给你，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。双星，我想过了，我要再复读1年，你在上海等着我，我会去找你。这支钢笔见证我们的约定，你拿着。时间过得真快。高嘉林，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呀？你猜？工作分配的事儿。你怎么知道？事业型女性，没有什么比工作更重要了。那也倒不是，感情对我来说也很重要。好了，你快跟我说，跟我分享一下。我今天收到我们学院的录取通知书，我被聘为编导室编导。恭喜你啊，黄雅萍编导。我终于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了。你有舞蹈天赋，又有创作才华，我相信你将来一定可以创作出很多好的作品。谢谢你的鼓励。什么时候去报道？通知我下周。我也有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我见着双星了。真的啊？你去找他啦？不是，我报了一个成教中心的夜校班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我第1堂课我的授课老师竟然是双星。真的啊？这也太巧了。就像电影一样，不期而遇。他怎么样？还好吗？他挺好的，他结婚了，跟一个上海女同学。怎么样啊？以前的同学，现在变成了老师，有什么样的感慨？上过大学真好。我听了他的课，他讲的全部都是新知识，很多的论点让我觉得很惊讶。果然是知识改变命运啊！知识首先改变了人，人变了，命运也就变了。双星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学识、很具有现代化素质的人。我听了他1堂课，我觉得我现在跟他的差距非常大，他无愧于我的老师，我佩服他。你也变了，你不会再是以前那个只会抱怨自己、抱怨别人、抱怨命运的高嘉林。你此番对高双星的评价，也值得我尊敬。